好，朋友们，咱们现在呢来调上太白色，还是老方式。咱们调太白的时候要注意啊，不要太过于厚重浓稠，不然的话呀，画出来这个花瓣的质感呢特别硬啊，也就是特别水灵的这种感觉啊，就展示不出来。现在接着。你感觉这个笔根是吧有水了，你就拿纸张啊，把笔根的多余水分呢给它吸掉啊。接着我们往下进行胭脂色，才开始来重新调过渡均匀。调色的时候要有耐心，咱们通常就是喜欢画不喜欢调色，但是呢，这个调色和我们画出来的美好感觉它是有着联系的啊。我们在这个位置画出一个花苞，也把下面这两朵花呀给它破开啊，这两朵花破开，中间加一个花苞。一会儿我们呢在花苞上面呢来画两只树袋鸟。好，我们现在呢侧锋运笔画出一个大花瓣，还是左右开弓。一般情况下画花苞的时候呀，也就是相当于我们画这个牡丹花内部结构这一层，打个小框架啊，左右给它填充。好，朋友们，当你把颜色调饱、水调饱的时候呀，我们因为才开始也不需要填充，所以说色饱水饱的时候，我们是可以多画几笔的。那么后面为什么我们要边蘸色啊，然后笔尖慢慢边加重呢？是因为我们想要达到更好的这种立体度，所以说我们下一步环节呀，填充的时候呀，填色就要小心一些。你看我这个调色的稠度是吧？这是属红色，质地就不是说水分过大。调上颜色一定要过渡均匀。现在我们来进行填充。小细节的地方啊，我们尽量用重色，因为地方就一点点，我们用了太淡的颜色，它的层次感呢就出不来。接着毛笔再准备颜色，笔尖慢慢加重，我们把花心这一部分呢，再来进行填补。花心越重呢，它的层次就越加的明显。尾巴是吧？树袋鸟长尾巴，肯定呢，我们是要向右这边来啊，让它的尾巴朝这方向一过来。这边呢，再有一只鸟，让它两个也形成一个呼应的关系。那么我们就需要把这个是吧，鸟先画出来，你就打个草稿在这个地方它大概伸哪个位置。那么我们现在就开始来画这个毛笔
你在这个笔尖处来调上点墨色，然后把它分成一个头部啊，头部这一块，身子这一块，哎，给它分好。我们再往下画的时候就特别容易好操作。哎，中间这一道线比较长啊，过来，下边要薄，点上去，啊，又过来，是吧？啊，让这个嘴巴它的基本特征，咱们要给它表现出来。啊，然后呢，它的头部这一块调，哎，这时候你可以来的高一点点。眼睛啊这一块啊，我们别要把这个眼睛画的太小。最早之前那课上啊，我们对这个都已经讲过，眼大的话呀，对它的这个活感呢就有一定的帮助啊。然后这一块，它的头部这一块，拐弯啊，这一块要拐过来啊。拐过来之后，下面呢就是身子这一块了，是吧？是个鹅蛋型的，那么我们可以提前把眼睛这一块，让它的动态给它表现出来。啊，画完这个之后呢，你就可以把它脖子这一块给它来做个填充。啊，整体就以身子呢就以鹅蛋型，是吧？让它就这样倾斜过来啊。那么这个左边呢，同样还是让它两个呀，就是有一种呼应的关系。下面呢，我们就把这个头部这一块来填起来。毛笔，你去蘸点墨汁，过来，你看，填起来。上面这一块我们也要来。画的时候就画好，是吧？眼睛这一块我们画好之后，咱们刚才说了，想夹身子这一块，那么我们再来重新就需要来调上颜色了。最早那个课上我们讲过啊，你拿毛笔蘸上颜色。这个呢是曙红，对，我们这边呢还有这个胭脂色，曙红色、胭脂色，我们安排上。接下来来画它的翅膀这一块啊。当然了，我们把它的身体造型这一块，我们来提前给它打出来。对，身体造型这一块提前一打。翅膀这下面呢，你可以这个让这翅膀尖儿这一部分呢，来给它加点墨汁，是吧？我们再来笔尖再蘸上重色。这是肚子这一块啊，我们还没收拾，是吧？因为我们牵涉到是写意，所以说也是，大概就这么来完成一下，就可把它的形给它画出来就可以。这一个鸟，
然后尾巴这一块，我现在呢把镜头再拉高一点点，一会儿这儿再加点墨，尾巴这一块我们来画起来。哎，下边呢接着来啊，让它就这样跑到它后面去也是可以的。好，重新再来调上颜色，咱们再走一个啊，是吧？要让它垂下来。我们把镜头甩过来啊，看看。哎，两个，它的尾羽让它有长有短出现。身子这一块咱们还没画啊，这个呢倒是不要紧，一会儿我们呢再给细节处理一下。现在我们画这个右边这只啊，那么我就把镜头就这样竖过来了，以便于朋友们呢好看清楚。现在还是重新来蘸上墨汁，对，让它有高有低出现。如果说是平排的，也是就稍微不太好啊，有高有低出现。然后呢，身子呢还是，就这样斜过来，把它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呢是头，另一部分是身子。啊，眼睛还是尽量给它画大一点啊。头部，挑过来，是吧？这样把弧度一画，身子呢，从这边就过来了。看，身子这一块啊。接着呢，我们来把它填起来。眼睛这一块，好，现在我们来填，蘸上墨汁。让它脖子这一块随起来啊。随起来之后，我们到时候就可以画画身子。你看身子这一块，身子这一块向这边呢给它倾斜过来。翅膀这一块啊，我们给它倾斜过来。前面这点高一点，后面给它平过来就好看了，是不是？如果说我们在这儿高不好看，在前面这高一点点呢，这一点倒是可以。接着呢，我们再往下再往下这一块，这个翅膀尖儿这一部分呢，当然了，就需要加上重色。
加上重色来完成啊。细节问题我们也可以适当的来处理一下。画完这个之后呢，我们来画身子这一块，就提前把身子这一块来打出来。这个毛笔我们蘸上水，你看看这里面的颜色啊，这个是朱标，也可以来上一点点朱标色，是吧？再加点这个白。好，我们现在来顺着它这个位置过来，你看，把它身体这一块它的造型给它来打一下，它肯定是站在这个枝头之上，是吧？然后呢，下面又是一个尾巴。这个胸盆这一块你可以让它稍稍的高一点点，让它整个画面感呢协调起来。看这是不是就是有点不协调了？这样就可以了啊。然后呢，有些地方你就用很细的给它稍微打，有这么一个意思。这根我们从这边过来，然后再做细节处理，腿呀、爪子呀，我们根据这个枝干再说。现在咱们呢，就先把这个鸟身上的有些问题解决一下，好比说眼珠子，我们要不要填色？嘴巴要不要涂色？眼睛这一块我们就用一点鹅黄用点鹅黄来给它一涂。这个嘴巴呀，你可以来一点墨汁或者是说有赭石色蘸一点，或者来个墨汁，一定颜色不要太稠。当然了，你水分用的大的话，肯定是要控水大概一画，因为它到时候还需要干，是吧？干之后这个颜色就上来了。不要用这些重黄色呀这些来画到时候画出来的效果就不太好，可能它就显得俗气呆板。画完这个呢，我们来看一下整体效果这寿丹鸟，我们一会儿做处理的时候，从这里呢出枝干，让它这样架过来。那我们也说到了，就想在上面呢再来画个花头，是吧？我们就根据情况来做调整了看看加到哪个地方合适了要不要再加到这儿，是吧？这儿加个花骨朵，就这样一个弧线偏过去，尽量别让整个画面呢直上直下的这些花头垂直，到时候就感觉特别不好看。好，现在呢我们再来调上这个太白色，要把它调好，让笔根处也给它接触到我们现在重新再来画一个花头，因为我们已经设计好了，上边有花头，是吧？下边有，上边还有，所以说我们就在这个位置再来给它画上2朵，一个花骨朵，然后呢就是一个花冠
当然了，还是以粉色系为主。那么我们就准备好颜料。那我这个时候呀，就来准备上牡丹色。准备上牡丹色，笔尖再加强。然后呢，我们再来挂上胭脂。开始，侧锋运笔，想推一下，再往下来，推上去，然后呢，我们再来过渡上曙红，这过渡上牡丹红，再过来这个胭脂色，我们呢在下边再走一次啊，颜色一定要控制好。好，下面这一点儿我们还是需要运笔，对，一层一层的让它包起来，错位，打出层次。你看是不是就比较扁啊？比较扁的话，我们就在下边呢，就来慢慢的不断来调整，把这整个画面感呢给它错开啊。咱们把它这个花头啊给它拉开。好，我们再把这里面的一些给它填起来啊，一起来填一下。下边呢慢慢开口向上运笔，错位啊，一定要错开这些比较尖的地方，是吧？一定要给它错开。这个地方，那我们现在呀就来给它画个花骨朵。好，我们在侧锋运笔来画上这个是牡丹胭脂在这个上方侧锋运笔来一个花头。好了，咱们现在呀也画的差不多了，把这个花蕊一点完呢，咱们就一起来把叶子给它加上去。好，我们再往这儿点一下。朋友们，现在呢，我们把镜头已经调整过来了啊，这样的话画面感呢它就会比较大，家人们呢同学们到时候看的会更清楚。我们在这儿伸出一个枝，让这个富贵鸟站在枝头之上。那么我们往下进行呢，就是来加叶子。我呢先调好点淡叶子，咱们把周边呢这个叶子给它补一下。好，现在呢我们来，这个是藤黄、花青给它调和到一起去。藤黄的比例呢要多一些啊，我们调这个颜色的时候也没有必要给它调得过暗。这个是珠标，稍微加一丁点儿。笔尖呢，你可以来挂点胭脂色。下面笔根呢，把多余的水分呢，咱们给它吸掉。我们接着往下在这一步呢，把它的花萼要给它画出。向下压，过来，然后我们在这一块呢，再来一个小的花萼这里呢，我们同样还是需要把花萼呀给它加上去，笔尖要加上胭脂，
看笔尖挂上胭脂色，我们行笔的时候要放松下压。它的枝干就这样随着它过来啊。上面呢还有几个小叶片可以添一下。好，这边我们来一个，顺着它这个势顺着它这个势走。那当然了，这个环节是它这样，就是这样甩过来的啊。我们现在呢再调淡绿色，笔尖挂上胭脂，好，向下压，是吧？然后再往这儿画一下啊，一片叶子，两片我们要给它错位，要错开，一片、两片、三片。好，这样过来啊，把这个叶片画一下。周边这个我们同样还是就过来了啊。当然了，这个叶子我们要根据情况来添加了。旁边这个周边我们同样还是这样给它画出。是吧？然后叶子这一块再加过来。